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富山海 vs 凡人修仙传对打是真是假？诚意 PK 杨洋国民 IP。对于追剧的观众而言，一年一度的暑期档大战即将拉开帷幕。每年这个时节，各大平台都会摩拳擦掌，试图用一部又一部爆款剧集抢占观众们的闲暇时光。今年，两匹被寄予厚望的黑马《富山海》与《凡人修仙传》正被卷入一场可能即将到来的对打风波，让无数粉丝和观众的心都悬了起来。这一切的喧嚣，最初可以追溯到2025年4月。彼时，网络上传言，《富山海》《凡人修仙传》以及《藏海传》三部主打男性向题材的剧集，将在暑期档短兵相接，形成一场三大男频剧混战的壮观景象。一时间，关于哪部剧能笑到最后的讨论甚嚣尘上。然而，戏剧性的转折很快出现，《藏海传》宣布提前收官，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冲散了原本的混战格局，将所有的目光和期待都聚焦到了《富山海》与《凡人修仙传》这对潜在宿敌身上。人们开始猜测，7月这两部剧或许真的要在荧屏上正面厮杀了。但事情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就在观众们翘首以盼，准备迎接这场神仙打架时，档期排播的争议却悄然浮出水面，给这场即将到来的对决蒙上了一层迷雾。富山海此前曾被其播出平台官宣为 Q2 第二季度排播，这被不少粉丝解读为原计划在6月份与观众见面。然而，近期网络上又传出消息，称该剧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延期，直指7月档期。这一变动无疑让它与《凡人修仙传》在时间线上产生了巨大的重叠，所谓的对打似乎也变得愈发真实起来，粉丝们的心情也随之跌宕起伏。有人期待这场碰撞，有人则开始担心自家剧的播出计划被打乱。如果这两部剧真的在7月狭路相逢，他们将面对的是怎样的战场呢？首先，从题材与核心受众来看，两者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区隔。《凡人修仙传》改编自被誉为凡人流修仙开山之作的同名小说，其核心魅力在于资质平庸的主角如何通过不懈努力逆袭成仙的励志故事。它构建了一个宏大而经典的仙侠世界观，吸引的是那些对修仙体系、等级森严的玄幻设定有着深厚兴趣的读者和观众。导演杨洋的加盟不仅带来了《梦华录》中细腻的情感处理经验，也被一些分析认为可能会在男性向的热血叙事中巧妙地融入一些女性观众更能共鸣的审美元素，这无疑为其拓宽了受众基础。主演杨洋作为拥有庞大粉丝群体的流量明星，其俊朗外形、被戏称为颜控的基本盘和原著 IP 本身超高的国民度，构成了《凡人修仙传》最坚实的竞争力。而富山海则选择了另一条路，它改编自温瑞安的武侠经典《神州奇侠》，但在原著基础上大胆融入了当下流行的穿书加系统设定，将其定位为新概念武侠。这种创新尝试既保留了武侠的侠骨柔情与快意恩仇，又加入了现代元素和游戏化的任务驱动，试图吸引更年轻的观众群体。剧集由程毅领衔主演，他将在剧中一人分饰三角，一个在现实中挣扎的社畜，一个意气风发的少侠，以及一个心思深沉的反派。这种高难度的角色切换无疑是对演员演技的极大考验，也是该剧的一大看点。再加上莲花楼原班制作团队的保驾护航，以及对传统武术如非遗绵拳的硬核呈现和电影级特效的承诺，富山海试图在武侠这个传统题材上打造出一种全新的观剧体验。在制作风格上，两部剧也各有千秋。
试图在视觉上抢占先机。《凡人修仙传》以全实景拍摄和仙侠感加武侠感融合的美术风格作为亮点，其特效被宣传为爽感炸裂，力求在视觉上给观众带来强烈的冲击力，满足修仙题材爱好者对于飞升、法宝等元素的期待。而富山海则更强调延续莲花楼的东方美学韵味，将重点放在硬核的打戏设计与角色内心世界的细腻反差上。程毅在莲花楼中展现出的威亚动作，曾被粉丝赞誉为内娱天花板。此次在富山海中，观众自然期待他能有更出色的表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美学追求，预示着他们可能会吸引到不同审美偏好的观众。观众的期待值在这两部剧之间也呈现出分化的态势。富山海凭借其双平台腾讯视频、爱奇艺高达近800万的预约量，多达29个品牌的前期联名，以及粉丝们自发组织的全国百城线下应援活动，展现出了惊人的未播先爆潜力。粉丝们对其创新设定和诚意的演绎充满信心，甚至已经开始了大规模的预热。相比之下，《凡人修仙传》则更多地依赖其原著动漫积累的热度和洋洋强大的粉丝基础。对于许多颜控观众和修仙原著粉来说，这部剧本身就具备一个相当稳定的收视基本盘，两者都在努力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关注度。然而，潜在的竞争风险也如影随形。首先，尽管武侠与仙侠都属于古装题材，但它们的受众重合度其实有限。武侠更侧重人间百态、侠义精神，而仙侠则偏向超凡脱俗、长生不老的幻想。如果两部剧同期播出，他们争夺的更多是泛娱乐用户的有限时间，而非同一批核心观众。其次，口碑风险同样不容忽视。富山海面临着女2号李凯欣过往辱华争议可能带来的影响，剧组是否需要对其进行 AI 换脸或删减戏份，都可能在播出前成为舆论焦点，甚至引发部分观众的不满。凡人修仙传则可能面临男频套路化的质疑，如果剧情缺乏新意，仅仅依赖 IP 和演员光环，也可能在播出后遭遇口碑反噬。更值得玩味的是，对打的真实性本身也存疑。截至目前，两部剧均未正式官宣定档信息。网络上流传的各种消息，大多来源于娱乐博主的分析和粉丝之间的热烈讨论。有观点认为，所谓的对打更像是一种营销手段，旨在通过制造话题，为剧集提前预热，吊足观众的胃口。也有粉丝理智的呼吁，希望平台能够尊重此前可能的排播承诺，尤其是富山海的 Q2 排播，避免因为无谓的对打而消耗掉观众积累起来的信任和期待。粉丝之间的态度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状态。富山海的粉丝强调该剧在设定上的创新性，以及诚意作为扛剧 X 的稳定表现，他们迫切希望平台能够尽快定档，让期待已久的作品早日与观众见面。而凡人修仙传的支持者们则更聚焦于杨洋的转型，尝试和剧集本身的特效水准。他们相信作品会说话，期待通过过硬的质量来赢得市场。当然，也有不少中立观众表示，无论是否对打，他们都乐于看到更多优秀的古装剧涌现，期待市场能够百花齐放，让观众有更多选择。富山海与凡人修仙传的这场对打传闻，本质上折射出的是暑期档男频剧市场竞争的白热化。这两部剧若真的在7月同期播出，或许将上演一场武侠创新 vs 仙侠 IP 流量转型 vs 国民度延续的差异化对决。他们各自的优势和风险都将成为影响最终胜负的关键因素。但无论结果如何，这场潜在的碰撞
其真正的意义或许并不仅仅在于分出高下。观众的选择将直接作用于古装剧市场的未来走向。在争议与风险并存的背景下，或许共赢而非对打，才是这个行业更值得期待的结局。毕竟，最终能留在观众心中的，永远是那些用心打磨、真正触动人心的好作品。